无条件谈判，乌俄和谈新消息。突袭海参崴，乌军特战队万底追杀俄155旅。俄罗斯承认 GDP 停滞不前，民用部门崩溃。欧洲实施2级制裁，战争将在60天或90天内结束。北约建造东部要塞，阻挡俄军攻势。恢复对乌武器支持，美国批准武器援助。俄军抄袭乌军战术，雅克52拦截无人机。乌克兰支援北约，安琪零飞往波兰。扩充盟友，俄罗斯布局中东。精彩资讯马上开始。经过一段时间的发酵，乌俄和谈又有了新消息。泽连斯基在接受英国天空新闻台采访时表示，准备无条件与普京会面，特朗普也将出席。这一次，乌俄会进行和谈吗？自阿拉斯加峰会以及泽连斯基白宫会谈之后，和谈就成为乌俄战争的重点。不过到目前为止，时间过去1个月，美欧的对乌安全保障已经讨论得差不多了，但乌俄和谈几乎毫无进展，连和谈地点都没有确定。在此之前，乌俄双方还会提出条件。乌克兰这边要求在对话开始之前必须实现全面停火，这是不可妥协的基础，还要落实乌克兰的安全保障。欧洲也是类似的说法。德国总理默茨重申，欧洲领导人更希望先停火。俄罗斯认为泽连斯基的总统地位不合法，一直拒绝和谈。不过到了现在，这些前置条件已经完全消失，泽连斯基不再提及停火的事情，而是无条件会谈，这点也是特朗普一直强调的。特朗普之前就表示没有必要先停火，如果能停火那当然很好，但他自称2025年上半年解决的战争中没有一场是先停火的，都是直接进入谈判。在白宫与泽连斯基会晤时，特朗普也直接表示，我认为你不需要停火，现在也的确走到了这一步。俄罗斯这边也没继续拿泽连斯基的身份说事，在9月初，普京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如果泽连斯基愿意和谈，那就来莫斯科。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也算是承认泽连斯基的总统身份。普京这番话说出去之后，俄罗斯其他人就要闭嘴了，要不然就是跟普京过不去。就结果来看，泽连斯基是愿意与普京会晤的。在9月15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泽连斯基表示愿意和普京直接对话。如果普京想谈领土问题，我也准备好了和他谈，但是不通过美国、欧洲，必须面对面谈，哪怕我们不想看到对方那张脸。和谈的唯一阻碍就是普京，一直找各种借口拖延会晤时间。就像之前说的那样，普京一直提议来莫斯科谈判，就是推迟会晤。泽连斯基不会也不可能前往攻击乌克兰的国家的首都。泽连斯基在表示无条件会面时也提出，会晤本身不应在莫斯科举行，谈判可在其他国家举行。他也收到美国和欧洲方面提出的很多相关提议。各位觉得这一次普京会同意吗？战场之外，乌军特战队奔袭海参崴，对俄军第155旅、第47旅实施正义打击。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报道，乌克兰国防情报局在海参崴附近开展了一次特别行动，袭击俄第155近卫海军步兵旅、第47空降突击营的一个军事设施。这是俄罗斯距离战争前线最远的城市之一。进入2025年之后，此类行动已经是第2次。在5月份，乌克兰国防情报局在海参崴策划了一起爆炸，同样是针对第47空降突击营。该部队曾在基辅、乌赫勒达尔、马里乌波尔作战，在库尔斯克和红军村也有第155旅的身影。9月16日上午9点左右，该军事设施的停车场发生爆炸，不久之后又发生了第2次爆炸，造成俄军士兵伤亡，具体数量未知。根据俄罗斯社交媒体流出的消息，安全部队和紧急救援人员赶到现场，直升机在头顶盘旋，行政大楼和停车场周围的道路被部分封锁，车辆受到搜查。按照俄罗斯地方当局的说法，这是天然气设备事故，没有人员伤亡，但是有几辆车受到轻微损坏。俄罗斯士兵也表示，这只是训练，比之前的烟头有可信度，但依旧是欲盖弥彰。乌克兰情报消息人士表示，爆炸是针对战犯的袭击，在乌俄战争中，第155旅犯下了战争罪。在此之前，乌军还对哈巴罗夫斯克的第748独立作战营进行了袭击，同样是远东地区，同样是针对战犯。就像我们之前说的那样，这是正义行动，俄军无论跑到哪儿都难逃制裁。对于155旅而言，这是活该，除了犯下战争罪，这支部队连自己人都坑。早些时候，乌克兰国防情报局拦截了第155旅的无线电，揭露了一个劲爆真相。第155旅的一名指挥官下令处决己方的一名受伤士兵，这名指挥官表示开枪打死他。海军陆战队里没有病人，只有生者和死者。更恐怖的是，在俄军内部这不是个例，在士气低落和损失增多时，
俄军指挥官就会利用处决威胁控制手下的士兵，维持部队纪律。换而言之，这是杀鸡儆猴。很不幸，伤员成了这只鸡。除了发动正义行动，乌军又袭击了俄本土的炼油厂，萨拉托夫炼油厂又被炸了。9月16日，乌克兰参谋部报告称，乌军特战队与未指明的部队一起对萨拉托夫州的萨拉托夫炼油厂进行了无人机袭击，造成数起爆炸和火灾。这个名字火力军很是眼熟，仅仅是2025年，萨拉托夫炼油厂已经遭遇 N 次袭击，原本每年能加工480万吨石油，这下是彻底瘫痪了。目前俄军正在进行战损评估。路透社报道，俄罗斯国有石油公司警告生产商，在乌克兰对关键出口港口和炼油厂发动一系列无人机袭击后，可能需要减产。就火力军来说，不用警告，减产是肯定的。乌军的目的就是通过打击炼油厂减少俄罗斯的收入，并加剧其汽油短缺的状况。目前乌军已经做到了这一点。俄罗斯科学院承认 GDP 停滞不前，民用部门崩溃。9月16日，莫斯科时报报道，俄罗斯科学院国家经济预测研究所的专家得出了一个结论：俄罗斯的 GDP 已经停滞不前。根据该研究所的最新数据，继第一季度收缩 0.6% 之后，俄罗斯2025年第二季度增长率持平 0%。虽然俄罗斯政府报告称，经季节性调整后，第二季度 GDP 增长了 1.5%， 但俄罗斯内部的专家认为，这并没有改变经济停滞的整体情况。俄罗斯经济衰退我们很早就聊过，但是否为真，外界已经争论几个月，现在可以盖棺定论了。就目前的情况来看，俄罗斯经济分为2个部门，不断增长的军事部门以及陷入困境的民用部门。在乌俄战争的背景下，俄罗斯军费开支不断增加，军工厂早已进入战时状态，经费源源不断的进来。另一边，民用工业却在苦苦挣扎，高利率等央行政策给非国有部门造成了很大的压力，说不定再过几天就撂挑子不干了。宏观经济分析与短期预测中心报告称，自2023年中期以来，民用工业就一直停滞不前，目前更是来到了急剧下降的阶段。没办法，没有投资，劳动力不足，也没有人买，出口和消费者需求不断下降，哪儿来的发展？它只会进一步拖累经济。俄罗斯央行的监测也证实了这一趋势。重点来了，在低油价、经济停滞的情况下，无论是俄罗斯的民用部门还是军事部门都会不断拉胯。在未来一段时间，俄罗斯经济面临重大问题，会不会像我们之前说的那样彻底崩溃？火力军将拭目以待。经济不好就算了，俄罗斯还可能面临更严厉的制裁。在此之前，特朗普宣布可能对俄罗斯实施的新2级制裁，但需要欧洲取消购买俄罗斯石油。美国这是把欧洲拉了上来。路透社报道，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表示，我向你保证，如果欧洲对俄罗斯石油的买家征收2级关税，战争将在60天或90天内结束。我们希望欧洲人现在尽自己的一份力量，没有欧洲人，我们就不会前进。贝森特指出，美国愿意与欧洲伙伴合作，对俄罗斯实体实施更严厉的制裁，包括石油巨头俄罗斯石油公司和卢克石油公司。贝森特甚至建议将俄罗斯被冻结的资产通过贷款等机制支持乌克兰。按照美国的想法，我都已经开始制裁印度了，欧洲一点表示都没有，这可不大行啊。火力军还是那句话，美国想要制裁俄罗斯，那就直接出手，无需多言，不要把欧洲扯进来，欧洲的国家太多，麻烦更多。在欧洲这边，购买俄罗斯石油的国家还有匈牙利、斯洛伐克和土耳其，无论是欧盟还是北约，都无法强迫他们停止购买俄罗斯石油。特别是土耳其，虽然加入了北约，但不是欧盟成员国，而北约又是一个军事组织，成员国买谁的石油控制不住。一定程度上来说，这3个国家是否停止购买俄罗斯石油，完全靠自觉。不过很明显，他们的觉悟还不够。北欧方向为了预防俄罗斯随时到来的进攻，波罗的海3国、波兰已经开始大规模修建防御设施。对于当前的欧洲国家来说，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一旦发生战争，如何减缓俄罗斯在波罗的海3国的推进速度，保证自己有足够的时间调兵？根据媒体的报道，美国陆军中校迈克尔·卡维利提议，波罗的海3国可以将道路复杂化，重新设计关键路段，将传统桥梁改造成吊桥，创建中心有障碍物的环形交叉路口，并安装远程控制系统来阻塞道路，以蜿蜒交通的模式减缓俄罗斯军队的速度。按照卡维利的评估，俄军会沿着公路进行快速推进。在乌俄战场上，俄罗斯也是这样做的。如果波罗的海国家可以快速封锁主要交通枢纽，俄军就只有沿着乡村道路或穿过田野前进，推进速度大幅下降。表面上看起来这个办法很好，实际上用起来会有很大的问题。第一点，波罗的海国家的面积较小，白俄罗斯和加里宁格勒之间也只有65公里，即使封锁所有主要道路，逼迫俄罗斯走乡村小道，也只需要几个小时，
就可以切断苏瓦乌基峡谷。第二点，这可能会减缓北约部队的增援速度。就火力军而言，与其重新设计关键路段，不如直接修建防线。爱沙尼亚就是这样做的，已经开始在其东部边境地区建造大规模防御工事。未来2年，爱沙尼亚将在东南边境挖掘近40公里的反坦克壕沟，这些障碍物用龙牙和铁丝网加固，减缓俄军装甲部队的推进速度，并将其引导至爱沙尼亚部署的陷阱内。在沃鲁县的文斯基村，一条半公里长的战壕已经完工，预计到2027年底，爱沙尼亚就会准备40多公里的反坦克壕沟，以及接近600个掩体，用来抵御俄军的进攻。至于其他地方，爱沙尼亚有天然的障碍，比如纳尔瓦河、佩普斯湖。反坦克壕沟主要集中在东南部。一般情况下，战壕和掩体会部署在那些很难巡逻的地方，除了抵御俄军装甲攻势，也能用于侦察情报。立陶宛这边则是在与俄罗斯和白俄罗斯接壤的地方部署了龙牙等反坦克障碍物。立陶宛已经宣布计划投资11亿欧元，用于加强与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边界，包括部署反坦克地雷和其他防御工事。根据乌俄战争的作战经验来看，俄军装甲部队将寸步难行。另一边，波兰早在2024年就开始在俄罗斯边境建造防御工事，包括龙牙、战壕等。按照波兰的想法，到2028年，这些防御工事就会完工。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防御计划。2024年9月，挪威就表示考虑在与俄罗斯接壤的边境修建围栏，以管理来自俄罗斯的潜在难民潮。2023年，芬兰开始在与俄罗斯的边境修建围栏，作为芬兰边境管制措施的补充。除此之外，与俄罗斯接壤的6个国家——乌克兰、波兰、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已经退出渥太华公约，想要通过地雷保护边界。就结果来看，在北约边境线上，一道铁幕正在缓缓升起，威慑俄罗斯的入侵。在队伍军援上，美国恢复队伍支持，拉脱维亚援乌新的帕特里亚装甲车。路透社报道，美国批准了首批队伍援助计划，这些武器将很快送达。这是在北约资助的援乌新机制下，美国批准的第一批武器援助。这个队伍新援助机制就是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其他国家向计划注入资金购买美国武器，然后美国将这些武器送到乌克兰。消息人士称，负责政策的国防部副部长埃尔布里奇·科尔比已经根据该计划授权了2批货物，每批价值5亿美元。虽然美国把军援玩成了军售，但对于乌克兰来说，有武器用就已经足够了，总比没有强。另一边，拉脱维亚国防部宣布，已经将新的帕特里亚装甲车移交给乌克兰武装部队。除了这些车辆，拉脱维亚还提供了额外的设备支持乌克兰。拉脱维亚国防部长安德里斯·斯普鲁兹强表示，只要有必要，他的国家就会继续支持乌克兰。拉脱维亚援乌的帕特里亚装甲车是芬兰帕特里亚公司开发的多用途战车，将士兵运往前线，可抵御轻武器火力、火炮碎片和地雷爆炸。按照拉脱维亚国防部的说法，乌克兰在2025年2月订购了这些车辆，计划交付42辆帕特里亚装甲车以及额外的军事资产。早在2021年8月，芬兰、拉脱维亚、瑞典和德国签署了一项联合协议，采购200多辆此类车辆。之前援乌的帕特里亚装甲车被分配给乌军第3独立突击旅。俄罗斯抄袭乌克兰战术，使用雅克52教练机拦截无人机。根据防务快报报道，俄罗斯已经开始使用雅克52拦截无人机。根据当前的消息来看，一名手持突击步枪的炮手爬进一架雅克52的驾驶舱，执行反无人机任务。早在2024年就有消息称，俄罗斯正在改装该教练机，加装电子战系统和机载雷达。就乌克兰的数据来看，雅克52的确挺好用的，就比如赫尔松第11陆军航空旅，雅克52的战机占据该旅击落无人机总数的1半左右。无人机的飞行高度与飞行速度较低，教练机也是如此，能够在以相对较低的速度机动的同时追击无人机，然后机组人员直接拿枪把无人机突突了。这一幕火力军很熟悉，20世纪初期空战就是这样的，机组人员拿着轻武器互锤。只能说俄罗斯这是抄袭，看见乌军的战术好用就直接拿过来，还不交专利费。目前俄罗斯巴尔斯萨尔马特特种部队中心已经部署了6架雅克52，用于拦截无人机。不过在实际操作时，俄罗斯还要小心一件事，不要被己方防空导弹击中。在俄罗斯本土，己方防空系统误击己方战机已经是常事了。乌克兰安70飞往波兰，这是要做什么？据 Flaktrade 02的数据，一架乌克兰安70进入波兰领空，在乌克兰领空，安70关闭了应答器，进入波兰领空后才激活，用于证明自己的身份。考虑到安全问题，自乌俄战争以来，乌克兰运输航空没有披露任何有关航班的信息。这架安70是同类飞机中唯一的一架，早在2015年就被波兰武装部队采用服役。之后，安东诺夫公司对其进行了现代化改造工作，并于2021年7月恢复飞行，纪念乌克兰恢复独立30周年。
根据配置的不同，它最多可搭载110名伞兵、300名携带个人武器的士兵或206名伤员和随行医务人员，可以从低空或高空对人员和轻型设备进行降落伞空投，并且能够快速移动大部分机动步枪部队设备。就目前来看，无论是波兰还是乌克兰都没有公布安琪灵进入波兰的目的。不过，在俄罗斯无人机入侵波兰的当下，安琪灵前往波兰大概与联合军事演习、训练任务或军事技术交流有关，比如学习乌克兰抵御无人机的技术，或者讨论战壕的部署等。当然，作为一款运输机，安琪灵能够运输大量货物，可能用于运送军事援助、人道主义物资或其他重要设备。具体是哪一种，谁也不确定，这都是秘密进行的。火力军则更倾向于前者。北约现在最缺的就是反无人机技术，比如德国。在俄罗斯无人机入侵波兰之后，德国陆军总监阿尔方斯·麦斯中将建议，最大努力加强反无人机能力。按照麦斯中将的说法，在防御无人机领域，最大的弱点就是缺乏防御无人机、防御低空威胁的武器装备。目前德国陆军正在进行升级，保证所有部队都具备防空能力，但实际很难。德国现有的装备并不是专为防御无人机设计。美洲狮步兵战车的30毫米机关炮和机枪可以防御无人机，但是其本质工作还是打击轻型装甲车与步兵。在反无人机系统的采购方面，德国的进程相当缓慢，其最好的设备就是天空游骑兵反无人机系统。2025年1月底，莱茵金属公司才向德国军方交付首套用于测试的样品。德国订购的其余18套则将从2027年起开始交付。这个时间、这个数量完全不够用。按照德国《世界报》的报道，德国联邦国防军机密文件显示，到2029年，德国国防军需要400多套天空游骑兵，到2035年需要近500套。以德国当前的国防开支来看，钱不是问题，问题在工业产能方面，能不能造出来？无人机防御领域的弱势并不是只有德国才有，欧洲都是如此，波兰也很关注这方面。火力军有理由怀疑，这架飞往波兰的安琪灵里面就是乌克兰反无人机领域的专家，以及反无人机设备用于帮助波兰拦截俄罗斯无人机。为了扩充自己在中东的盟友，俄罗斯又盯上了伊拉克。根据俄新社的报道，9月16日，俄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访问巴格达，与伊拉克国防部长萨比特·阿巴西会晤时表示，莫斯科愿意在军事技术的所有领域与巴格达展开互动。按照绍伊古的说法，我们愿向伊拉克方面提供最先进的俄制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在特别军事行动中，这些装备已经证明了自己的战术和性能，在防空和导弹技术领域为外国伙伴提供了更为广泛的防务解决方案。还有空军和海军装备，可以帮助伊拉克加强防御和地位。怎么说呢？不愧是俄罗斯前国防部长，说谎都不需要打草稿。装备已经证明自己的性能，说的是在海底的莫斯科号，还是在地上的苏35，又或者是在天上的 T90。至于防空，火力军都不想多说，炼油厂都被炸成什么样了，绍伊古心里没点数。S500被无人机干飞了，拿什么相信俄罗斯防空？只能说，由于在中东的势力不断缩减，俄罗斯现在已经开始搞诈骗了。不过，在乌俄战争的背景下，俄罗斯的武器性能已经暴露了，伊拉克也很难相信俄罗斯。好了，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觉得俄罗斯的经济什么时候会崩溃？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喜欢的话，不要忘记点点关注。我是火力军，下期见。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首先，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比例准确，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材质也说得过去，打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价格确实比较亲民。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